这个老师上一秒刚教训完上课熟睡的学生，下一秒脑袋就轰得炸开。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直接吓得同学们呆愣在原地。紧接着，一个长相狰狞的不倒翁跳到了讲台上，他双眼闪烁着红光，紧盯着每个学生，死亡还在不断上演着。随后，他们发现，只要不倒翁转过身的时候，动的那个人就会死去。混乱中，两个男生试图趁着不倒翁转身的间隙，想要打开教室的后门，而此时不倒翁猛地转身，两个男生立刻爆体而亡。教室中弥漫着慌乱和惨叫声。班长这时冷静地站在人群中央，他发现不倒翁身后的按钮或许就是逃生的关键。一个男生决定冒险冲出去按下按钮，他拼命奔跑，但在接触按钮的瞬间，不倒翁却突然回头。接二连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剩余学生的理智，地上的红色弹珠越来越多，只剩下班长和小帅站在遍地的尸体之中。此时倒计时只剩下30多秒，就在小帅绝望之际，班长让小帅踩在自己的身体上冲到讲台，这样就不会被地上的红色弹珠滑倒。他不敢迈出这一步，班长此刻已然将生命交付给了他。时间紧迫，在最后关头，小帅按下了按钮，不倒翁从地上弹起来，大叫着宣告游戏结束。班长赞许地朝小帅比了一个大拇指，但就在下一秒，班长的头也爆开了。他用最后残存的意识对不倒翁竖起了中指。原来只有最终按下按钮的人才能存活下去。这时教室的门被打开，他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愣在原地。很明显，他也是另一个教室唯一幸存的人。两人商量过后决定报警，但手机却显示没有信号，他们便朝着校门口跑去。可是很快他们便发现所有的门都打不开，就连窗户也是如此。无奈他们也只能按照提示前往下一个地点。这时已经有不少人赶了过来，还有一些人正穿着形似老鼠的服装。一个自称学生会长的男生走过来，让小帅和小美也穿上老鼠服。就在这时，地板突然塌陷，一只巨大的招财猫缓缓升起，下一刻他的脑袋飞速弹起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慌乱中，小美看到了地上缓缓滚来的铃铛，看来这一局的通关条件就是把铃铛投入猫咪身上的篮筐中。小帅马上把事情通知了大家，体育生阿坤示意小美把铃铛给他。看着铃铛精准地落向篮筐，众人也是振奋不已。可猫咪伸出手稳稳地抓住了铃铛，下一秒阿坤就被猫咪甩来的铃铛重重地撞在了墙上，现场再度陷入一片混乱。就在猫咪继续享受大餐的时候，小帅却发现这只大猫好像只攻击穿着老鼠服饰的人，于是连忙招呼大家脱下衣服。眼前没有老鼠，大猫也安静下来。但就在众人商讨破局之法时，安静下来的猫咪又开始动了起来。显然老鼠没有了，猫咪就开始无差别攻击人了。小美被吓得跌坐在地，眼看着就要葬身于猫腹，大猫却停了下来。原来是小帅穿上了老鼠服，吸引了猫咪的注意。小帅一边辗转腾挪，一边催促着众人赶紧投篮。众人都畏惧着不敢向前。突然小帅听到了耳边传来了声音，原来只有身着老鼠服才能听到猫咪的声音。小帅连忙按照大猫的要求帮他抓痒，好在小美带领着众人前来帮忙。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大猫终于安静地睡着了。这一下投进铃铛就轻而易举了。就在小帅想要凑近大猫完成投篮时，却被众人拦了下来。他们担心和之前一样，只有最后投进铃铛的人才能活命。不料吵闹声惹醒了大猫，几下就把眼前的两人切成了生鱼片。此时铃铛上的时间也所剩无几。小帅叫上小美跑进了器材室，不久两人便抱着2个衣服包裹的球一左一右的冲向大猫。大猫分不清哪个是铃铛，谁料小帅奔跑途中衣服下面的篮球漏了一脚，于是转身拦下了小美手中的球，结果衣服里面包裹的也是一个篮球。原来真正的铃铛一直都在小帅手中。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，铃铛也向着篮筐飞去。如此精密的计划居然败在了投篮技术上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一个黑色的身影飞快地越过了大猫的头顶，在最后的时间里将铃铛稳稳地扣进了篮筐。就在小帅和小美在为劫后余生庆幸时，其余3人竟然全被黑衣男干掉了。随后他表示废物根本不配在神的游戏下活着。大猫口中喷出了大量白雾，众人也消失在浓雾中。显然游戏还没有结束。被迷晕的小帅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醒来，一个漂亮姑娘正在一旁紧紧地盯着他，眼前之人正是初中时期的好友小丽。几个诡异的木偶从门外飘了进来，他们热情地邀请路人甲玩游戏，他也欣然应允。游戏规则是蒙住眼睛，在一首歌结束后猜出谁站在他身后。随着游戏的进行，路人甲的脸色逐渐难看起来。歌声停止后，他依旧没有头绪，最后只能颤抖地猜了一个名字。显然他的运气不够好，没几下路人甲的脑袋就被磕成了烂西瓜。不够尽兴的几个木偶又盯上了缩在角落的短发女。看着路人甲的惨状，他颤抖着拒绝了几个木偶的邀请。可当他听到不配合就立马死亡时，又重新表示最喜欢玩游戏了。一首歌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短发女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没一会，短发女就被撕成了2半。小丽听到下一个就是自己时，更是直接瘫坐在地。然而小帅站出来要替代小丽。一首歌很快结束，小帅却迟迟没有给出答案。答题时间已经过去，小帅却在这时迅速说出了答案，但他还是死路一条。忽然小帅表示他并没有超时，原来他早在短发女进行游戏时
就录制好了游戏结束的提示音。刚刚第一声也是他用手机放出来的。他又一次活了下来。拿到钥匙后，两人便出门寻找其他人。还没走2步，就看到一个男生正被一个黑色的木偶追逐着。男生告诉两人，只要牵手就不会被攻击。可下一刻，几人看到了被木偶追逐的小美。小帅也是第一时间扑向了小美。小丽在旁边伤心地看着。脱困的几人来到一个房间，得知只有7个人同时插入7把钥匙才能进入下一关。可在场只有6个人，4把钥匙，2分钟内凑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3把钥匙被一把一把的扔了进来。之前的黑衣男也拽着一个男生走了进来，可多了一个人怎么办？闻言，黑衣男诡异的笑了。7人同时插入钥匙，墙上的大脸也退出了一条路，洞里是一片雪白的景象，而这时一只雪白的大熊也缓缓地滑了过来，最终重重地落在众人身前。这一局的游戏却是异常的简单，只要7人诚实地回答白熊的问题就能过关。第一个问题是众人最喜欢的食物，简直就是送分题，众人纷纷给出答案，但是白熊却恼怒地指责众人之间有人撒了谎，并威胁2分钟不能交出说谎者就全员死翘翘。谁会在这种时候说谎呢？他又有着什么目的呢？很快，一个喜欢吃芹菜的人被指了出来，另一个男生见状也是连声附和，男生百口莫辩，最后也只能呆呆地看着白熊。下一个问题是众人是否喜欢小帅，后面的男生立马表示不喜欢，可出人意料的是，黑衣男居然说了喜欢。2位女生也是大方地表示喜欢，但轮到小帅自己，他却坦言不喜欢自己。原来此前他一直厌恶着自己无聊又咸鱼的人生。可白熊眉头一皱，紧接着又怒吼道有人撒谎。这下众人彻底乱了，猜疑、愤怒、恐惧充斥着众人。白熊也趁机拱火道，他的同伙潜伏在众人之中。而此时一位男生像是抓住了最后的稻草一样，表示他和另一位是同校。小帅、小美和黑衣男3人又是同一所高校，只有小丽来历不明。小美却站出来表示她和小丽初中就相识，她不可能是叛徒。可这时众人哪里还听得下去，他们只是需要找一个替死鬼罢了。眼看白熊就要动手，小丽连忙推开了小美，血液从缝隙中涌了出来。显然小丽不是叛徒，那真正的叛徒又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在一次又一次的说谎呢？原本7人的队伍现在也只剩下5人。忽然小帅大喊道他已经知道了是谁在说谎，说着就将手指向了游戏的主导者白熊。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白熊，刚刚小丽的血融掉了白熊熊掌上的白色涂料，下面的黑色才是白熊真正的颜色。被揭穿的白熊气急败坏，向着小帅袭来。黑衣男见状也是连忙上前帮忙，2人合力将白熊引到了坑里。随着白熊身上的白色涂料融化，这局游戏也宣告结束。存活的5人来到了最后的关卡。这局游戏的主导者是几个破旧的俄罗斯套娃。游戏的规则是鬼抓人，鬼看到人叫出名字，再踩一下放在广场的罐子就算成功，捉到3人以上鬼就赢了，而被捉到的人也可以被救，只要存活的人踢一下罐子就行，但踢到的瞬间罐子就会爆炸。抽完签后却是最难对付的黑衣男抽中了鬼，他很快就搞定了3个人，只剩下小帅躲在角落。稳操胜券的黑衣男也不急，稳稳地坐在罐子旁边，声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不会再去找小帅，并愿意和他一同存活下去。小美也大声呼喊，让小帅躲好不要出来。他想起与小美的点点滴滴，也不愿就此放弃。他眼神坚定地望向一处，那里摆放着布满灰尘的盔甲。黑衣男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声音，只见小帅身着盔甲踉踉跄跄地走来，头盔挡住了小帅的脸。黑衣男看不到就无法根据规则抓住小帅，同时厚重的盔甲也能抵挡罐子的爆炸，但盔甲的重量让小帅行动迟缓，没几下就被黑衣男逼到角落拽下了头盔。可就在黑衣男准备去踩罐子时，却被一条铁链拦了下来。另一头的小帅也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黑衣男被巨大的拉力拽到墙边，另一边脱下盔甲的小帅爬了上来，踉跄地向着罐子跑去。解开束缚的黑衣男也紧随其后，2人同时冲向罐子。小帅最先踢到了，可预料之中的爆炸并没有发生。套娃出现宣告着游戏结束。无法接受失败的黑衣男癫狂地拽着套娃，而套娃却说这一局失败的人不会死亡，玩得开心最重要。四周升起了烟花，最大的套娃里面放着5根雪糕，众人吃着雪糕看着烟花，感叹着自己终于活了下来。小帅也和小美靠在一起，幻想着出去以后的时光，可小美的表情却突然变得凝重。小帅看着雪糕棒露出的一个字，高兴地说中奖了。可看到失魂落魄的小美时，他也不敢相信地呆愣在原地。雪糕掉落在地后面的字也露了出来。存活原来除了体力、智力、想象力外，最后还需要的是一点运气，而小美显然差了这一点运气。她和小帅做了最后的告别。黑衣男从地上捡起了刻着存活的雪糕棒，除了他2人，其余全部是死亡。最后存活的小帅和黑衣男站在立方体的顶端，俯视着地上狂热的人群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